東戰火拖累了英國的經濟，但現在出現了救世主，是哪個國家呢？今天帶你快來看。嗨，大家好，我是治癒，今天跟大家來聊聊，在這一次的一個美伊戰爭當中，到底哪一個國家受傷最為慘重？你說，那當然就是伊朗，是沒錯。但是呢，還是有一些被流彈波及的，衰到爆炸，面子裡子都沒有。好，我們今天帶你來看到是哪個國家這麼倒霉，人家打架關你什麼事啊？結果你現在面子也沒了，裡子也沒了，哇，慘了，那就是英國。但是英國現在出現一個另類的救世主。是誰呢？待會再告訴你。好，我們先來看，你說跟英國什麼關係啊？你說，哎呀，有沒有可能？你剛剛是不是猜那些被流彈波及的國家，什麼阿聯酋啊、呀、杜拜他們呢？哎，其實英國最倒霉。好，我們要帶你來看到，在這次的一個中東戰火當中哦，其實從之前的俄烏戰一直到現在的一個美伊戰啊，其實每一次啊都不太關他的事，但是呢，歐洲真的都蠻淒慘的。最主要就是他們對於俄羅斯，最早是俄羅斯能源依存度太高，后來呢拿不到俄羅斯的油，那我跟中東買可以了吧？中東怎麼也打仗啦，所以你要昏倒了哈。那我們來看為什麼是英國。OECD 最新的一個報告，他說這次的中東戰火，因為呢荷姆茲海峽被實質封鎖嘛，那油價很高嘛，那油價很高呢，就讓本來在 COVID-19 之後有一點脆弱的一個經濟狀況，哎呀，現在看起來好像又重新脆弱起来。好，那於是乎呢，你看到了那個是好不容易啊，這個很像一個人進加護病房，好不容易打強心針救回來，恢復到普通病房，然後呢又一個不小心地震，然後他被摔到地上去，哎呀，他又進了加護病房，差不多那個意思。英國就這樣，所以呢 OECD 就講了，他說在這一次的中東戰火之後，因為這個能源價格的一個這個被推升，所以導致通膨的狀況又嚴重起來。那英國就是首當其衝，就是這一次呢，全世界這些經濟體當中最脆弱的那個。所以你看到他們說 OECD 的一個這個經濟展望，他就去調查了很多國家受到這一次的中東戰火的衝擊到底有多大，然後一看不得了，哎呀，原來英國是那個受傷最慘重的國家。它在2026年的一個 GDP 啊，就因為這一次的中東戰火，能源被推升，它很可能它的經濟成長率會被吞掉0.5%，也就是呢，2026年它的經濟成長率很可能只剩下0.7%，很可憐，好可憐，我幫他舉一把傷心之淚。好，那當然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源價格被推升。那剛提到了說為什麼說他面子裡子都沒有哦。好，那你說哎呀這個經濟狀況，那你就算他是國家裡子吧，實力吧，對吧？那面子問題呢？他因為沒有參加美國這個號召大家一起去打伊朗，他就沒參加嘛。那於是乎呢，現在呢，哎呀這個面子問題，這個外交上啊也被這個川普啊這個盯着頭罵他哦。好，我們看到了川普呢，他說他這次的行動針對伊朗叫做史詩怒火行動，結果呢，他的史詩怒火行動沒有人在後頭跟着他去，所以呢，他現在呢，對於這些回頭一看，盟友都沒有跟上。所以他對這些盟友也來了一個史詩的怒火反擊，所以你就看到他這個罵人真的是沒在客氣，而且呢，他最近啊點名罵的就是罵歐洲國家，首先就罵英國，他就罵英國，他就講說，他說你都不幫忙，然後現在還在那個地方抱怨說那個油價被推高，荷姆茲海峽不趕快讓它恢復通行，你憑什麼？然後呢就是狂罵，然後呢罵英國說你不趕快來幫忙，我們要這個打伊朗的時候你沒有參與我，然後呢就臭罵一頓，然後罵了之後呢，哇，真的罵之難聽，你就是罵人家沒參加，那你就罵人家沒參加，沒有他就說好啊，算了，你不要來，反正你那個東西也是 useless， 就是也是沒什麼用的。然後呢他就說你那個海軍啊跟沒有一樣，你的軍艦跟玩具一樣，你也別費心再來了啦，你來了也沒什麼用啦。然後呢甚至還派出他的戰爭部長大罵英國，罵什麼？他說啊，你們那個什麼皇家海軍又大又爛，就是說各種難聽話全部跑出來了。又說像玩具沒什麼屁用啊，然後呢又說這個又大又爛吶，然後又說你們那個只會讓你們的英國蒙羞。
哎呀，你們那個什麼爛海軍，沒有啊，這罵了一大堆了哦。然後呢，就說我給你2個選擇。他說你不是抱怨說能源推高了嗎？對吧？那於是呢，他說我給你現在2個選擇。第一個，沒有油是不是？你跟美國買，美國很多油，我們現在產油哈。那第二個。他就講了，他說那你就有本事拿出你遲來的勇氣，你到荷姆茲海峽去搶油回來，他就是罵英國了哦。那甚至呢，他這個罵完英國之後呢，還講說，你看你們就是這個很遜，所以呢，你看那個俄羅斯的影子艦隊運油的哦，那個躲避制裁的，還在英吉利海峽來來去去，如入無人之境。你看你們那些軍艦真是沒什麼小屁用。所以呢，你就說了，然後大家就開始說，哎，真的沒屁用嗎？沒屁用嗎？你就看到連英國的這些議會議員啊，也開始在他們的國會當中質詢說，我們被講成這樣，我們真的那麼糟嗎？然後呢，就認真的大家討論一下，說，哎呀，我們還真的蠻糟的哎。所以他們發現說，他們在冷戰結束的時候，他們的這個皇家海軍這個大概陣容還有這個51艘左右的軍艦，他們有航母嘛，對吧？然後呢，就一路的這個縮減，到2007年，他們的一個這個軍艦呢，大概只剩下25艘，到了最新的數字啊，只剩下13艘的軍艦，甚至呢有很多軍艦都非常的老舊哦，所以你說川普要罵他們說那個又大又破爛啦，然後沒有什麼小屁用啦，也講得蠻中肯。好，所以呢就看到現在這個問題哦，現在在英國他們自己內部也是熱烈討論的啦。當然呢，你不能說是因為他這個沒什麼用，所以幫不了忙，沒有，他們根本就沒想幫忙，不想去打人家的仗啊，因為呢他們其實有潛力的。其實呢之前呢你看到這個英國曾經啊，這個就是跟着美國去打了伊拉克戰爭，然後哇，這個民怨四起，大家覺得我為什麼要去打一個美國挑起的戰爭呢？那所以這一次啊，你就看到英國政府就是不願意再去加入一場這樣的戰爭，所以呢，這個是英國政府的底線。好，那但是呢，你就跟美國撕破臉啊，對吧？那你看美國講了這樣子，然後還講說要退出北約啊，不要管你們了啦，你們自己安全自己去想辦法啦，等等哦。那於是呢，在這麼風雨飄搖、美英關係如此緊繃的時候，這個時候怎麼辦呢？英國皇室就要拿出他優雅的姿態來了哦，王室存在的目的不就在這裡嗎？你說這個英國這個王室哦，它還有什麼存在意義呢？除了滿足大家幻想說，哎呀，王子與公主之外呢，外交很重要。好，所以呢，於是你看到這個英國的這個王儲，這個英國國王查爾斯3世啊，他即將在這個4月底啊要到這個美國去訪問。那這很特別，因為這是他上任國王以來第一次到美國訪問，上一次是他媽媽伊麗莎白女王2世，那個時候他任內去過4次美國。那這一次呢是查爾斯這個國王啊，他第一次要去美國了哦。那大家就說了，哎呀，希望可以緩和一下緊張氣氛。川普見面3分情嘛，你也不可能當面給查爾斯國王難看嘛，對吧？那當然你來我來，哎，說不定這個美英關係再修補一下嘛，你們好兄弟嘛，對吧？哈，那但是呢，這一次我們看到了很多歐洲國家不加入這個美國去打伊朗的一個陣營，讓川普很生氣，所以呢，川普就講了，他說我退出北約，我本來就考慮，那你們這次更讓我看清，你們這些人可惡，都不幫忙，所以呢，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這不是我美國該做的事。好，那當然呢，這個英國當然有他的一個說法啦，英國的首相就講了，他說，這個他是基於英國的國家利益，所以他才選擇不加入這場戰爭。但是後來他其實有妥協，後來他也開放了他這個英格蘭南部的一些軍事基地啊，讓美軍的一個這個轟炸機可以起降嘛。但是他說我不選邊站，就是他不選美國那一邊站，然後他也不選這個歐洲這邊站，因為歐洲呢，你看到有其他國家像法國、像德國，他們的其實呢也都不願意加入這個美國去攻打這個伊朗的這場戰爭哦。所以呢，這個英國他說我不選邊站，我唯一選的那一邊叫做英國國家利益的這一邊，這是唯一的選擇。所以呢，他才會在這一次做這樣的選擇，他不要再去加入，或者是不再去淌那個渾水，就是人家發起的戰爭，我為什麼要去？好，但是呢，你不去，結果戰爭的苦果你也在承受，所以呢，這就是目前這是選擇嘛，對吧？選擇總是有兩難的一個問題。好，那剛剛提到了說面子裡子，面子的問題，你看這些外交上頭啊，這個是英國要承受啊，美國川普大帝的怒火。好，另外一個裡子就是，
明明我就沒參加那個戰爭，但是他現在承受很大的一個這個經濟的一個苦果，那就是通膨的狀況。能源，現在的英國非常仰賴中東的能源，所以能源價格被推高了，它的通膨也就上去了。通膨上去之後啊，怎麼辦呢？英國只好用升息來解決壓抑通膨的一個狀況。好，那你升息呢？哎呀，這個英國的人民啊，就實質的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有一種被加稅的感覺。他們一個統計數字說，英國呢大概接下來，因為通膨又開始要往上蠢蠢欲動，所以英國大概呢他們的一個這些貸款的人家，大概會有130萬個這樣的家庭，他們這個每個月要付出的一些貸款的金額，都會因為升息而變多。那你當然我要付的貸款變多了，我就是實質的感覺有被加稅的感覺，或者是我實質的生活的一個水平就會往下拖的一個感覺哦。所以呢，你就看到了這個，接下來你就會看到英國央行雖然現在還在苦撐，但是可能接下來免不了的通膨開始往上走，它就得要升息了，這是一個。好，那我們剛剛前面埋了一個梗說，哎呀，它有一個另類的救世主要出現了，哈哈。中國來了，好，中國也是一個很奇妙的哦，就是這一切都蠻妙的哦。我們常常講世界一盤棋，然後呢，你會覺得說這個有的時候惡性循環，一個牽一個，然後有的時候呢，你又會覺得這個惡性循環當中，哎，好像又你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對不對？好像枯木逢春的感覺哦，又看到了一點希望，看到什麼希望？都是川普。這次的通膨，有人形容說。你不能說它叫這個原油推升，有人直接講那叫川普通膨啦，因為川普要打那個仗，然後打那個仗之後油價上去了，所以搞得我通膨叫川普通膨。然後另外一個名詞叫川普關稅。好了，現在川普關稅要來救川普通膨了，妙不妙？好，那為什麼是中國？中國呢，當然就是川普這次啊這個關稅當中啊很重要的一個這個很淒慘的一個受害者，因為加很多稅。好，那當然呢，加很多稅，生命要找到出路。所以呢，中國要開始找其他市場，看到了英國。所以呢，川普關稅讓中國賣到美國去的商品，它關稅被課很重。所以呢，我要找其他的市場，稅沒那麼重。好，那我找到了英國，於是呢，川普關稅呢，讓很多中國的商品呢轉一個彎，我賣到英國去。好，那既然這麼多的商品我要賣到英國去的話，要競爭，於是乎呢，你就看到了這些商品都在降價。好，我們來給大家一個統計數字哦，中國賣到英國去的商品哦，大概在今年的1月跟2月當中的統計數字看得出來，它的量是增加的，增加了3倍，但是它的價格是在下跌的，平均的價格下跌大概有4個百分點。那當然呢，你說個別的一個這個項目不太一樣，但是呢，平均的項目當中，價格都在下跌，量大了，價跌了，哎。你這個油上去，他說哦，通膨，東西變好貴。但是呢，哎，中國現在這個地方有大量的廉價的商品來了，剛好壓抑通膨，所以對英國來講就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所以呢，現在看到了在英國當中，包括了像它汽車這個電動車，中國比亞迪賣很多到英國去哦，就非常受歡迎。然後呢，包括像電腦，像手機，然後呢，像是這個服飾。然後呢，像是箱包，像是這個行李箱，這個或者是這個包包，好，都是一樣哦。現在的價格呢都在下跌當中，所以呢，英國的一個他們的一個經濟媒體哦就分析，他說能源的價格在往上，然後現在呢有中國大量的廉價的商品現在呢也賣進了英國本地，所以呢這一來一往之間能不能 hold 住這個英國現在正在失控的一個這個通膨的一個這個狀況呢？哎，他們希望可以 hold 住它。但是呢，我們就特別提比亞迪哦，比亞迪呢這個進來在英國市場哇所向披靡，最早賣進去的時候大家還覺得哎呀你那個到底行不行？但是呢慢慢大家發現哎呀比亞迪東西好。價格便宜，哎，挺不賴的，然後感覺好像越來越有質感，所以呢，這個比亞迪現在在這個英國的市場當中啊，哇，賣得很好，而且呢，已經來到了當地啊第3大電動車品牌，而且持續的在增加它的市占當中。當然，比亞迪呢也是在中國市場當中自己內卷之後啊，開始要找出海口。那現在找到的是英國，英國賣得很好，歐洲也賣得很好。當然呢，這個賣到了這個英國去，那價格哎，當然比這個當地的歐洲的東西要便宜很多，所以呢，是不是又起到了那個平抑
物價的一個狀況了哦。所以呢，其實有的時候你就講講這些事情也是挺奇妙的哦。你說這個川普啊，這個東一個西一個的政策，結果沒想到他這個前一個看起來是很恐怖的政策，反倒是救了英國一命。好，那當然呢，這個通膨是有可能讓這個光是中國就救起來的嗎？哎呀，我們也不知道，因為呢，你也不曉得這個油價還要漲到哪裡去。但無論如何 ，OECD 已經這個拍板，英國就是這一次中東戰火當中受傷最慘烈的國家。那現在英國要怎麼救他們自己的經濟？那我們就繼續觀察。好，這是今天幫大家整理的一個這個中東怎麼樣影響英國的狀況啊？那中國又怎麼樣來救它了？希望你喜歡嘍，我們下回見，拜拜。